你好呀，这里是 Momo 的投资笔记。这家公司毛利率高达 97.5%， 过去一年股价翻了1倍，可从高点跌了接近 38% 之后，它的滚动市盈率竟然还有356倍。它就是 ARM， 全球超过 99% 的智能手机都在使用基于 ARM 架构设计的处理器，公司自己不需要建晶圆厂，也不需要跟着客户一颗一颗卖芯片，而是把处理器架构授权给苹果、高通、英伟达这些芯片公司，再从每颗出货的芯片里收版税。简单来说， ARM 更像是站在全球芯片产业中间的一座收费站。我把 ARM 的估值、财务质量、股价走势都梳理了一遍。结论先说，我给它的评级是中性。ARM 是一家质量很高的公司，但 281.17 美元这个价格在财报前不太建议追。至于什么位置更合适，财报要看哪些数字，后面逐一展开。我梳理了4个关键数字，能直接看懂 ARM 现在的机会和风险。第一，滚动市盈率356倍，这个价格几乎不允许它犯错，版税、授权收入或者全年指引稍微差一点，估值都可能先被砍下来。第二，最新财年营收增长 22.8%， 对一家已经控制智能手机绝大多数市场的公司来说并不差，但它和356倍滚动市盈率之间还是隔着一条很宽的河。第三，37家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是 298.84 美元，比现价只高大约 6%， 中位目标价更是只有260美元。券商虽然整体给出买入评级，对短期价格却没有特别兴奋。第四，股价距离52周高点已经回撤 37.9%， 可估值并没有跌到便宜区间，只是从极度疯狂回到了依然昂贵。先看股价本身， ARM 最新价格是 281.17 美元，当天跌了 5.96%， 过去1个月下跌 17.84%， 但过去3个月仍然上涨 87.7%， 过去1年涨幅还有 103.24%。所以这不是一只长期趴在地板上的低估值股票，而是一只短期快速翻倍之后正在剧烈回吐的高波动成长股。去年8月股价还在100美元左右，今年4月24日突破230美元， RSI 一度超过87， 6月18日收盘冲到 439.46 美元，盘中触及 452.70 美元，随后快速回落，7月9日反弹到 327.87 美元，也没能站稳短期均线。当前价格已经低于 319.57 美元的 EMA12 和 327.73 美元的 EMA26， MACD 降到负 8.16， RSI 是 39.97， 短线趋势还没有扭转。布林带下轨大约在 261.74 美元，这里可能反弹，但接近支撑不代表已经止跌。接下来聊聊 ARM 的估值。先给结论， ARM 的估值不是普通的偏贵，而是把未来几年高增长、高利润率和数据中心成功扩张这几件事几乎同时写进了价格里。滚动市盈率是356倍，对 ARM 这种利润正在释放的公司确实不能只看静态数字，所以还要看预期市盈率。即使用市场预计的 FY2028 每股盈利 3.08 美元来算，预期市盈率仍有91倍，市场已经提前2年看盈利，算出来依然不便宜。市盈增长比是 2.67， 通常在1左右代表估值和增长大致匹配，超过2就说明投资者支付了较高溢价。ARM 的安全边际明显不足，市销率达到61倍，意味着公司每做出1美元营收，市场愿意给它61美元市值，毛利率接近 98%， 确实稀缺，但未来营收、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只要有一个掉链子，价格都会非常敏感。企业价值倍数约279倍，同样非常极端。分析师最高看到500美元，最低只有125美元，大家对公司质量没太大争议，真正争议的是这份质量值多少钱。财务层面，先说亮点，再说问题。ARM 最新财年营收 49.2 亿美元，毛利率 97.5%， 营业利润率 18.3%， 净利率 18.4%， 盈利增速达到 47.9%， 明显快于 22.8% 的营收增速，说明经营杠杆已经开始释放。FY 2027预计营收大约 59.7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1.3%。
如果这个预期能兑现，公司确实还在一条不错的增长轨道上。ROE 大约是 12%， 用杜邦分析拆开，就是 18.4% 的净利率乘以 0.50 的资产周转率，再乘 1.30 的权益乘数。权益乘数不高，说明回报主要来自自身业务，不是靠借钱堆出来的。公司现金约36亿美元，总债务只有 4.91 亿美元，净现金约 31.1 亿美元，净现金流 15.2 亿美元，自由现金流约 7.5 亿美元。ARM 的风险不在财务杠杆，而在估值太高。问题主要有3点，一是研发费用达到 27.76 亿美元，占营收约 56%。如果能换来数据中心、CSS 和自研产品增长，那就是未来利润。商业化太慢，就会持续压制利润率。二是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成熟， ARM 想支撑现在的估值，必须靠更高版税率、CSS 方案以及数据中心和汽车业务抬高单颗芯片价值。三是贝塔高达 3.77， 股价波动远高于大盘，再加上7月29日马上公布财报，赌对了是肉，赌错了可能先吃一轮估值压缩。整体来看 ARM 的基本面质量很高，增长逻辑也没有换。真正的问题不是公司能不能赚钱，而是未来要赚到什么程度才能配得上今天300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。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公司未来12个月的可能走向。多头情景，概率 25%， 目标价360到420美元，季度营收和 EPS 明显超预期， CSS 和数据中心版税加速放量，公司上调 FY 2027指引，市场继续给予接近100倍的预期市盈率。技术情景，概率 50%， 目标价240到310美元，这是我认为最可能的路径。 FY 2027营收维持约 20% 增长，数据中心和汽车渐进放量，盈利继续兑现，但估值慢慢收缩。空头情景，概率 25%， 目标价160到220美元。财报或指引不及预期，手机业务承压，自研产品推高费用却没及时带来收入，市场开始对356倍滚动市盈率动刀。把3种情景按照概率加权，中值大约是283美元，和现在 281.17 美元的价格几乎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前价格没有明显的概率优势，尤其财报只剩2周，没必要为了可能的惊喜提前承担同样大的失望风险。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12个月的基准目标区间我定在240到310美元，目标买入区间是230到250美元。它比分析师中位目标价260美元多留一层安全垫，估值也更容易消化。250美元还是判断财报后风险是否扩大的观察线，如果还没建仓，财报前不建议在281美元附近追，回到260美元附近可以小额试探，主力仓继续等230到250美元，或者等财报确认版税增速、CSS 采用和全年指引没有恶化再介入。止损和重新评估的位置我放在220美元附近，如果财报后跌破250美元，但业绩预期没有下修，可以继续观察230到250美元的承接。如果进一步跌破220美元，同时公司下调全年指引，说明空头情景正在兑现，这时应该先控制风险，而不是只等反弹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ARM 或者芯片架构这条赛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。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